Yo, what's up, guys？ 大家好，我是蓝手人设计师 Jimmy。OK， 那照惯例一样，先讲一下，就是如果你们喜欢这一种闲聊打屁、聊手表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、订阅频道、开启小铃铛。还有，如果你们在看影片的时候刚好跳出广告，帮我多看10秒钟，这对我跟小编是很大的鼓励，谢谢啦。Jimmy 在这边跟你们说一声感谢。OK， 今天我们要聊的一个品牌，是一个已经很有特色，但是也很年轻的品牌。它在2015年成立，短短的几年就打进了全球的手表圈。那它靠着的是大胆的用色、英伦的绅士设计两个招牌元素，让很多人马上就知道我在讲哪个品牌 Fairer。今天要讲的主角就是 Fairer 的 Field Collection， 也就是它定位的一个野战表的系列。那野战表这个词大家应该不陌生，通常指的是耐用、坚固、易读工具表、军事用途。不过 Fairer 这次很有趣的地方是，它把传统黑白单调的军表玩出了时尚的缤纷的色彩。2021年他们推出了第一代，其中包含了这个 Pembroke、Le Mans、Exmoor。那到2024年、2025年，他又把这3款重新升级，通通变成了2代。它不是推翻重来，而是延续原本的设计精神，在细节上做了更多的改良，让比例更和谐、更舒服，算是一个进化版。那今天这支影片呢，我会带大家回顾第一代的特色，再看看我们第2代做了哪一些调整，最后聊聊我对整体的一个看法，顺便分析它的一个定位。OK， 首先我们要理解这个系列，我们得从时代的时间背景讲起。第一代的 Field Collection 是在2021年推出，那个时候 Fairer 已经靠 Universal 系列跟这个几款计时码表打出了一点小名气，但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这个 Field Collection， 于是他们设计了3款，就是 Pembroke、Le Mans、Exmoor。那当然它都是英国的国家公园的名字，所以它带有一点点文化的意义。那这3只表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是以 38.5mm 不锈钢表壳，具备200米的防水 Sellita 的 SW221-1 自动机芯为基础，最后再搭配上 Fairer 一贯的色彩的大胆，挑战这个传统的 Field Watch 这个朴实无华。相比起来，我觉得它多了一点点的时尚感。举例来说 Exmoor 最典型的军表，它用橄榄绿的面盘搭配这个完整的阿拉伯数字时标，但是加上了蓝色的秒针、橘色的日期指针，让严肃的军表我觉得多了很多的活泼。Le Mans 则是这个用深蓝的面盘时标，只放这个偶数的大数字，再配上这个铁道分钟圈，看起来复古味道很棒。那 Pembroke 则是白色面盘搭配深蓝圈，4个方位上的数字，还加上了蓝亮日期指针，还用了薄荷绿的夜光。光看这3只，你就会发现 Fairer 的特色，很喜欢在细节里面加小惊喜、小彩蛋，你会觉得这根本就不像是传统的军表吧。时间来到2024、2025，那 Fairer 推出第2代，那维持3款的名称，那做了一些修正。第一个，它把表壳又缩小到了 38mm 直径，厚度是 11.7， 比前一代更薄，比例更协调。那表圈也变得更薄，让盘面看起来更大更清爽。第3就是表冠加大了 35%， 所以它在放大表冠之后，你的双手去做捏转的这个动作会来得更轻松。那防水是从200米降到了150米，不过这其实不太影响日常的使用者啦。我觉得设计上第一代跟第2代很大的差别是，第一代给人一种很扎实厚实的感觉，再加上它的这个宽表圈，整个看起来就是比较硬挺的钢炮感。那它的趣味在颜色的细节，那第2代则是更收敛，做得更精致。像是这个 Pembroke 用的是沙色纹理的面盘，数字边框换成了蓝色，看起来清新更沉稳。Le Mans 的第2代呢，则是改成海军蓝底搭配黄色数字，它的对比感更强烈，夜光的效果也很棒。那 Exmoor 呢，则是保留了军绿色，但是把数字变成了白色，外圈还加上了黄色的圆点，
更有这种军表的风味。那共通的改变就是表圈变薄，视觉更开阔，指针跟夜光全面升级为 Super Luminova 的 X1 这个型号，所以它的可读性其实也是还不错的。那日期最后的4天依旧是用红色标示，那这个是品牌的特色签名，他们并没有把它丢掉。我觉得第一代比较像是一个试验性质的一个玩味的作品，但是比例上比较厚重一点点。第二代则是真正在使用者有反馈之后做了一个修正版，并且维持 Ferrer 的这个色彩跟它的趣味，把比例调整得更舒服，戴起来更自然。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品牌在不断往前推进的一个过程，它不是用推翻设计，而是用优化优点来让品牌力变得更好。那讲到手表，大家最在意的当然就是核心机芯。Ferrer 第一代跟第二代上面机芯都是一致，使用 Sellita 的 SW221-1。那这一枚机芯其实是这个 SW200 的变化版本，只是多了这个 Pointer Date 的指针式日期。那这个小巧思就是这一个系列的一大特色，它的这个指针会随着你日期的改变不断的去转向，所以它跟一般我们用日期窗的概念它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。那这颗机芯呢有26颗的轴承宝石，那28800每小时28800次的振频，41小时的动力储存，有手上链，有停秒，那就我觉得基本上都算是一个有70分的一个标准。OK， 那第一代当然就是它的这个比较结构上细节的明显差异，就是第一代防水性能给到200，那在 Field Watch 里面其实算是很高的规格，基本上它已经算是潜水表了。然后表背上它还刻了 On Land and Water， 所以基本上就是上山下海的意思。所以我觉得看起来就是整个设计比较像小钢炮，很敦实的感觉。Ferrer 在第一代也特别用了这个青铜的内坎装饰，这也是他们家的招牌装饰的细节之一啦。那第二代有点像是它的这个瘦身版本，防水改为150米，少50米。老实说，其实你不会有太大的感觉。那重点是它的厚度来到了这个 11.7， 少了微微的 0.3， 但是11跟12其实就会有蛮明显的差距。这个我必须要直接讲，它整个贴合感一定是会更好的。那这一次他们跟这个Nardus 的这个 Nodex 合作，所以它的表扣做了升级，现在变成第二代有这个微调扣的功能，你可以随时因应气候，然后你的身体的体温状态去改变它的手腕大小，直接压扣该调整长度，所以它整个的长度可以调整到 4.2mm 的这个距离，大概基本上就是半个表节的大小，所以它让整个手表戴起来更贴合，是很舒服的。OK， 那第二代更进步，也给了一条专门开发的帆布表带，那材质很好，它不是用合成压纹，这个表带内衬有橡胶打孔，还有皮革补强，不但舒适也更耐用，也更符合工具表该有的坚固感。OK， 总结来说，第一代防水坚固小钢炮，第二代的想象只是比例更好，佩戴体验更完整。同样的机芯，不同的构造哲学，这也展现 Ferrer 在产品演化上的一个思路。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一支的价格。它在2021年推出第一代的时候是$995，对于一支使用 Sellita 机芯、防水200米还多附条表带的手表来讲，其实是非常有竞争力。那当时很多的玩家反映就是这支表不只是工具表，它还是一个时尚单品，因为在同一个价位，你要去考虑所谓这种 Field Collection 的手表，可能只会有 Hamilton 的 Khaki Field 或者是 Seiko 的 Prospect 系列，但是 Ferrer 多了更多的设计感跟玩味的色彩设定，所以它在市场上也很快就做出了区隔化。那到了第二代，虽然价格是从原本的这个$995提高到$1250，乍看之下其实涨幅不少，可是我必须说，品牌它在细节上补了不少细节。我光讲最简单的，他们做了这个 Nodex 的这个微调扣，帆布表带的材质用得更好，表壳比例更精致。我认为这样的涨价是我可以接受的，也因为 Ferrer 的客群通常是愿意为设计买单的族群，会选 Ferrer 的人基本上都是认同他们的设计美感的。
所以比起大多数传统大品牌的入门款啊，所以 Fairer 其实它还是算是非常亲民的一个价格。所以它的市场定位其实很鲜明，它不是要给使用者当成入门的工具表，而是要给他们当一个有趣味的日常表，有设计的日常表。所以它在第一代打开市场，也证明了他们在玩味颜色、色彩学这个路线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向。第二代在这个基础上面往上搭更高的这个高楼大厦，更完整的佩戴体验发展。那对于新手来说，它的价位虽然不便宜，但是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了。那对于收手表的老手来讲，这是一个不会无聊的收藏的一个补充。那我觉得这个系列就是日常佩戴者可以用，那因为它是一个戴了没有什么压力的手表，你买起来也不会觉得很费力。OK， 那再来一个就是你可能已经有 Hamilton 的军表，或者像是加拿大的 Marathon 的传统军表，那你想要一些不一样味道，那 Fairer 的 Field Collection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足，因为它加入了色彩细节，而且它依然保持着清晰易读的军表本质。第三个则是收藏家，就是说你的手表里面清一色都是那些安全的颜色。那我觉得 Fairer 的 Field Collection 我觉得就是像比如说卤肉饭上面加了白胡椒，点睛之笔，懂我意思吗？就是它可以丰富你的这个收藏，不会一代，但它也不会去取代你的那些Seamaster 300啊、Explorer One 啊，或者是 Submariner。OK， 那再来的就是它的表的尺寸只有38，那表耳到表耳其实只有45，所以其实男生女生戴都很好看。总结来说，我觉得第一代 Fairer 把这个 Field Collection 当成一个实验作品，但是这个做法就让他们有了很不错亮眼的成绩。那第二代他做了一个这个 upgrade 的修正版，保留了原本这个系列的特色，但是把比例调教得更好，佩戴也更舒适，并且它补足了这个 Nardus 的 Nardex 微调扣这个贴心的功能。我认为这就是品牌真正有在成长，不是大改，而是一点一点的把细节修得更完美。所以如果你们问我该怎么选，我会说对这个表的态度就是玩味、缤纷、存在感。我觉得 Fairer 证明了军表它不一定就是黑灰白或者是沙色，它可以有色彩、有幽默感、有设计感，懂吗？这是我的感觉，所以推荐给大家。OK，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可以留言你们喜欢哪一个颜色。最后还是说一句，手表虽然可以陪伴我们记录时间啊，可是它终究是不能留住时间的，对吧？我们能确定的就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流逝，当然它都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。所以Jimmy希望大家玩表玩得开心，你们听听我讲话，当作是让生活放松下来，放慢步调，喝杯咖啡，喝杯茶，喝杯威士忌，放松的一个调剂。OK， 我希望大家玩表玩得开心，玩得健康，戴着手表更珍惜身边的人事物。对于时间，我们还是那一句话，保持着正面庆祝的态度去活好每一刻。我是烂熟的设计师Jimmy，I'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. Good night.